他会打人哦，他会丢锅子，会丢刀子，烤盘很烫，他会往你身上丢，他会把那个叫什么擀面棍往别人的就是屁股后面这样。真假？他说：“你可以动作快吗？你需要我更大力吗？”这样子，我非常非常不爽。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做错，所以他有理由不爽。你知道我是这样跟我自己讲。可是当时学校没有教你们厨房文化吗？没有。这是一直都没讲，这是我要讲的东西。厨房文化就是因为我这件事之后，学校才可以教厨房文化。哦，真的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 欢迎收看 Liz 的美食家自学之路。今天的来宾呢，依旧是我们在法国修业的年轻厨师简大轩 Andy。大家好，我是 Andy 简大轩。上次跟你聊到你为什么学厨，其实是你想当美食家，非常有趣。对。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聊你是怎么样申请出国，并且在法国学习的这个过程。好，我们可以先讲为什么我选择法国好了，因为在整个世界上，就是能学习法国料理的学校其实也不少。我们说的这个日本的那一所，其实是一直那个字都一直都不会念。服部吗？对，哈托利，对，他的这一所的，就是离台湾最近。那时候有思考过这件事，考虑过这件事，但就像前一集讲的，就是想学欧美嘛，对不对？对。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CIA， 就是美国厨艺大学，美国厨艺学院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一个考虑的一个学校之一。那想说法国，当然要学法国料理，应该就是去法国学。可是我对法国的学校没有一个认识，因为也不会讲法文，然后觉得很怕找到那种就是不三不四的这样子。所以就想说该怎么办呢？有一个签书会叫做安东尼，那个以前也是个部落格之一，然后他部落客之一，他也是在法国学艺嘛。那时候去他的签书会在台中，印象很深刻。我就想粉丝，但我说谢谢你帮我签。他说你是对这个有兴趣吗？你看起来很年轻，是做厨艺的吗？你看起来也不像是做厨房的。我说不是，我只是有兴趣，然后未来想要做这个。他说你想去哪里？我说我目前可能会去考虑去美国吧，因为会讲英文。他说你没有想过法国吗？我说有啊，可是我都没有认识的学校，所以我才会来买你这本书这样子。他说来，他就把它翻到最后一页。他说我里面的学校呢，你都不用看，因为都不适合你。你这个年纪呢，就是要去读 Bordeaux 这所学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一所才是真的适合一张白纸的人去读，没有任何的餐饮背景，你在这边没有读过高职，没有读过餐饮学校，你就是要去读那所学校。我说你可以再写清楚一点吗？因为你的字也就他写抄写。我说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我看不懂，他就帮我写得很清楚。我说好，那我回去找这所学校。回到家马上。包包都还没放下来，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对，又犯了，就是急性子，就是行动派这样。我就看到 ，OK， 找这所学校，它有一个英文简介，我就看 ，OK， 好像很棒哎。可是它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呢？我开始找繁体的、简体的内容，不多。2015年的时候，没有太多的人读完这所学校，又或者是读完的人，他们就在那边留下来工作了、生活了，就是没有太多人会去分享这件事情。我就说好，那没关系，这件事先等等。如果这一所也是一个在法国学艺的一个前辈推荐的学校，它一定不差。那我就来比较价格好了。OK。因为学费就是最现实层面的东西嘛。对。然后我发现 CIA 超级贵，这是很多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我们明白它可以很贵，因为我们是去学东西嘛。可是我相较于2个课纲，或者是我看到的内容比较起来，哇，它比 Bordeaux 贵非常多。然后我说，那也不对啊。那如果我要学法国料理，就去法国学，当然是最靠近产地、最合理，就是对我来说是最符合逻辑的。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吧，或优点，就是我做什么事都是以逻辑为主。就是我不是说什么理性感性的东西，是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靠逻辑，包含在厨房里面。我说好，那我就去法国。然后我就开始取笑自己，我说当时好几年前想要开飞机，就说不要学法文，对，结果转了一圈，你还是得学法文这样子。我就认命吧，就去学法文。所以那时候会选法国是这个原因。你在台湾先学法文吗？我先学法文，我在师大法语 ，OK， 就是学了，可那时候学的真的是有学跟没学一样，就是我的可能是语言能力吧，或者是
没有那个环境，我就觉得好辛苦，就是真的不能把它就是用在于生活日常。然后我又说我很懒惰，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符合逻辑的事情。为什么我要在台湾学法文？你不能接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太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对，不能说服，就是我很努力啊，可是我就什么都不会，为什么别人好像没有很努力，可是他们就是学得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我不能接受，我就是可能很任性，或者是我的那种牛脾气这样子。我说好，不要。我要出国了，我赶快出国，赶快把事情都解决完，台湾该做的事情都做完，我就赶快出国了，所以就去了法国。但是申请 Pobrecut 是很容易的吗？我是到那边才能申请，所以我是赌一把。为什么到那边才能申请？因为他必须现场面试，他要给你做心理测验，然后要看你的抗压数值这些东西。真的。然后他会给你出考题，然后你的笔试、口试、读写的这些能力。所以我到了法国之后，我其实学了4个月的这个语言学校。可是我那4个月真的是拼了命的，就是没有读书，没有那么努力过。有啦，我国中考高中 PR98，我那时候的确也是很努力。可是我也是非常非常努力，想要去把那个文化学起来。那时候有点自以为是，觉得说没关系，反正我是每天讲法文，然后晚上就跟他们一起生活，我的法文就会进步。也还好，我有这想法，我的法文才能做的一个很快的进步。那时候我就跟我老师讲，我说我没有太多钱，我也没有太多时间，我想要在今年的9月就是入学，然后今年现在是1月嘛，我是2016 1月嘛，我2017年的1月2号到法国的，1月1号的飞机，1月2号到法国。OK， 我说我就这4个月的钱而已，我就必须把它做好。他们就很年轻的老师，他们就是读法语教学的，他们说。你就是好好把口说练好，因为我们能想象说你到时候进入厨房，口说是最重要的。你的食谱的判读，你的食谱的菜单的开设，都是你未来进去3年4年后你会有这个能力。可你现在就要把你的语言练好。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就早上跟我们一起上课，下午晚上呢我们带你出去酒吧，去哪里？我待的那个城市叫做 Annecy， 它是一个法国前2、前3贵的一个城市。因为那就是临近瑞士，所以很多人是瑞士赚钱，然后回到法国住，因为就是物价比较低。是。那在那个地方呢，就是要不然就是有钱人，要不然就是老年人去那边去那边养老什么的。所以那边的夜店呢，你不会看到年轻美眉或年轻帅哥，去那边就是老人家。他们就每天带我去夜店，就点一杯酒，然后就跟那一群老人聊天。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口说进步的很快，是因为老年人的口语是非常正统的、非常传统的法语，不像我们现在会有一些流行用语。对，那个时候就是很正统、很传统的用语。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拼了命的，就是想跟他们从只会讲你好、谢谢、对不起，到可以跟他们讲我今天吃了什么，到我来这边想做什么。到我想要去读这个学校的时候，他们是握着我的手，想要抱我说：“哇，这个学校多好多好！”我才想说：“哇，所以这学校真的那么好？这样子是那么的有名，是那么的，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在那种法院的大法官都知道的学校。”是，我就更加确定说 ：“OK， 它是一所好学校，它是一个我要去拼的目标。”所以我那时候4月份。就去申请说，我想要报名这一届的这个入学。那他其实很快，大概2个礼拜后就收到就是回复说，那就来里昂，我们就是做一个面试这样子。那面试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人生没流那么多汗过，因为他规定你就是要穿着全套的西装，这就是啾啊、背心啊、外套。那时候是4到6，那时候是5月份吧，热到爆，而且我是。从很远的地方上坐火车啊，这样子，但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时候在一个封闭的一个城堡的房间里面，它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测试。我们是入学才知道，它就是规定你要穿着那么多的衣服，然后在一个没有空气、没有空调、没有通风的地方，去那边就是很高压的问你问题，给你做笔试，给你做测试，它都是故意的。因为什么？厨房就是一个高压。高温的地方，如果你连这个面试、这个考试都通不过的话，那你凭什么来我们学校读书？所以这是一个很变态的心理的一个东西，你懂吗？可是他们就是故意这样子跟你做测试啊。那时候面试、口试，
我有就是夹杂一些英文，那他们就是很通融让我过。那笔试那时候其实是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困难的。我还记得我笔试最难的一个题目，不是说我的创意要怎么样，而是要把它写出来。他会跟你说，我给你一颗马铃薯，一块肉排，然后有紫洋葱，有生菜，有番茄，然后有一些就是你可以再多加一样食材进去，然后你要在15分钟内写出你可以用这些食材做出什么。所有的加热设备你都有，饮水、调味什么你都有，那我那时候想说，哇，我可以做什么？我很多想法，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不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而是我们就觉得哦，我要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 surprise， 我要跟他说，哇，这个人我一定要，因为他的这个创意太有了。可是我把它写成文情并茂。对，然后可是我很快的那大概2分钟，我就说不要，我就是走一个安全牌就好，就是。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把那个马铃薯切对半，就是你知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道菜是把那个马铃薯压碎。我不知道我忘记那个叫什么mashed potato 还是什么的那个，就是我就把马铃薯压扁之后，就变成2个像是汉堡排的概念，汉堡的那个面包的概念，然后里面就放了那个煎过的肉排啊，然后有洋葱、有番茄、有生菜，然后随便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芥末、油醋酱这样子，然后我就这样交出去了，所以我用的东西就是多加一个黄芥末在里面而已。然后他看完就说 OK， 就是很有创意，我们没有想过你会把马铃薯用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来考试的人都是法国人，很少有外国人是第一个，对，然后而且外国人也不会知道这个学校，然后这在法国是一个非常就是第1名的学校，是，然后世界排名也是前1或前2，我们永远都在跟洛桑管理学院在就是打对台吧，这样讲，了解，就是我们要么是第1，要么是第2这样子，所以就是知道说，对于法国人来说，马铃薯是要水煮，要切丁，然后去用奶油去炒，或者是用烤的这样子。可他们没有想到说，我会用一个比较美式的方式。可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我的饮食经验里告诉我可以把它做成这样。所以那个面试这样过去之后，我就很紧张，想说哇，我这个不知道讲的也没有很好，然后我也那么紧张，我考个试满头大汗，整个衣服都湿掉，然后人家会觉得我很废这样子，你就不适合在厨房那么热的地方这样。然后大概6月底7月初吧，我就接到就是通知说，就是恭喜你，就是录取了这样子。OK， 我就哇，我真的。就是觉得哦还好我不用回台湾，就是我这个赌起码拿到入场券了，这样就是我赌了这第1局我赌赢了这样子，对，我就说 OK 好，那要开始就是进去了这样。所以 Pobrequis 它是3年的学位，它是3年的学位这样子。然后它每1年分别是怎么样的安排？它其实讲大范围来讲，就是每1年就是1、2年级。每年有4个月的餐厅实习，然后剩下的时间大概就1半的实作跟1半的理论课程。OK， 对，就是这样。然后内容其实很丰富，其实现在更丰富了。我们从我入学之后就换了这个叫做因为它是私人学校，它算是这个换了总裁，换了 CEO 这样子。然后所以课纲一直有在进步，因为我们会跟教育部合作，我们会从世界各地请不同专业领域的老师。教授来，当时我进去，连我的家人还有我都知道说有理论课，可是我不知道到底他理论课重要性是什么，就觉得我就是来学做菜的啊，你干嘛跟我讲这些东西？看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有厨艺课，那厨艺课就是从怎么切东西，很基本的刀工，然后法式料理这些很基本的奶油的火候掌控，然后橄榄油的使用，油醋酱如何做美乃滋，这些很基本的，包含法式5大母酱这些东西。那可是让我很惊讶或是很满意的，其实是理论课的东西。理论课他会跟你讲，你要当厨，我们这个学位读完不是让你当一个厨师，我们的学位读完是让你有国家文凭之外，你还是一个主厨的角色。你不是只是去那边做菜给别人请，或者是给别人告诉你说我要你帮我把这个东西切完，我要你帮我把这个熟度掌控好什么。我们不是来训练你做这件事，不然我们不会是世界排名第1的学校。我们训练你出来的学生就是你可以直接空降到一个餐厅，空降到一个旅馆，你就是可以掌管这么多人，就是可以做出一个符合大家期待跟价值的东西。我说
好像这个逻辑又要变了，因为我没有想到说我来这边读书是来读这个东西，我以为我只是做个厨师而已。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有点像井底之蛙这样，就觉得哦，好像我一直都把自己想象跟局限在厨师的价值就只有这样子，或是厨师就只能做这些事情。应该也说你当时不太了解厨师这份工作，对，就是他其实可以变成企业家，可以变成艺术家，没有想过。然后所以当我们开始从一开始最简单的，理论课会有什么？理论课会像叫你学历史，学法国的历史，学世界历史，以及学法国还有世界各地的餐饮历史。你会知道，法国的高帽白袍这个体制，这个系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brigade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团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14、15世纪开始，大家觉得要有料理革命开始，要有正确的温度控制的、正确的食品收藏，然后开始每个产地要做出一个分野，说我们产地产出什么是有国家保护、国家认证的。开始有这些东西，你会去学你没有这些历史脉络跟历史知识的话，你看这个东西、吃东西，会觉得它的价值在哪里？吃一个料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主厨他生长背景、他的脉络文化有什么？亚洲人、欧洲人不一样。欧洲人他们可能小时候是在沙滩、是在公园的沙地里面长大，他们会去吃沙子。法国长棍掉到地板上，他们就是拍一拍、吹一吹就拿来吃。在台湾怎么可能？对，你想象你的包子掉到地板上，妈妈就会叫你不要吃，爸爸就叫你那个很危险、很脏。对。可他们是能接受这些事情，他们对于生活、对于放入嘴巴的东西，他们的想象力是更大的。他们能接受度也是更大的。你去吃一个3星米其林，你会觉得，对于我们来说，觉得为什么我的同伴法国人吃到这样子，哇，眼睛发亮，那种就是觉得哇，不可思议的这个世界怎么就是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们好像不太懂这个在吃什么？原来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对于文化这种了解不够多，对于这种背景的想象不够透彻。然后，所以历史为什么要读？然后再来要读美姿美仪。真的美姿美仪。因为我们要去做，你在厨房里面，你要去训练你的团队，不是只有你厨房里面那一群人。你的这些我们说的外场，在服务客人的时候，盘子要怎么上，然后讲话要怎么讲。阐述你的理论的时候要怎么阐述？这是一个表演，这是一个展演。我在18年吧，我刚上完这些1年级的课程的时候，我写过，我在自己的 Facebook 有写过一篇很长的一个文章。我想告诉大家说，就是内外场的配合，以及整个餐厅的营运跟经营方式，还有你给别人的感受，其实是环环相扣的。美姿美仪的一个学习跟养成，是你的笑容要怎么笑，你站姿要怎么站。当你客人在那边的时候，你要怎么隐形自己？你要怎么在他需要，他根本不用讲话，根本不用眼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时候我要出现。然后当他们讲话的时候，你是要怎么把自己耳朵关起来？可是你的其他地方还是很敏锐，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进去厨房拿菜这些东西，然后随时随地都保持得很漂亮。随时随地保持得很优雅。又或者是我今天想要表现出我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餐饮形态，所以我该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让客人知道说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加速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是想要给你们这种声光、五光十色，很像夜店风，很像，就是我们会学这东西，并不是时时刻都得优雅真的，而是要告诉你什么时间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表演，你就是一个演员可是你的演员，你是一个带有餐饮价值的一个演员。你知道什么时间该做出什么菜，什么时间该做出什么口气，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笑容面对客人，这样子。你非常享受理论课。我算是蛮享受，因为我觉得这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东西。其实你今天这样跟我分享，我也才知道说，原来厨艺学校还要教表演的部分。对，比如说我们有表演课程，我们有去剧场里面上课。真的，每个人要做出一个这个老师规定的东西。这个是 Paul Bocuse 特有的课程，还是说其他也会有？你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比如说巴黎的菲烘迪，对，这个高等厨艺学院，他们也是有很类似的课程。
对，但是有没有那么的细节我不知道。OK 我们比如说好这个录音盘，它有不同的颜色，那我们会继续上美学的课程，它会告诉你说颜色的搭配，要怎么样可以做出柔和，要怎么样可以做出跳脱，要怎么样可以做出不舒服的感觉。哦，我们都也是你创作菜色。对，然后比如说好一个餐具的制成，碗盘的制成，如何捏陶，如何去做，我们都有去参观工厂，去了解这些东西的来源，什么样的石头会做出什么样的材质，然后餐具要怎么使用的。餐具使用当然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应该说餐具的每一个形态构想不同，它会给人什么样的主观跟客观的感受。所以我们上了很多，我会觉得是像类似心理分析或者心理学的东西，这是理论课的一个部分。那包含了我们之后说的会计，然后成本掌控，包含仓储这些东西，管理的部分，管理的部分我们都上了很多。所以是这些东西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知道说，一个公司，我们说公司一个经营的赚钱不赚钱，或者是你想要给别人什么样的东西，像我们知道 Norma，它是一个不赚钱的餐厅，可它的目的就不是赚钱，它的目的是想让大家知道说，餐饮有多少的可能性，饮食、食物、原料的可能性是什么，所以它在我们的课纲里面，它是一个很值得被拿出来讲的。它也是案例，它是一个案例之一，因为现今社会都还是为了以赚钱为取向。可是当你到了一个地位，到了一个成就的时候，有很多人愿意投资，只是为了不能说只是为了，而是想要让这件事情变得更乌托邦也好，或者更漂亮也好，那有这个形式可以呈现。而这个件事情没有错，对啊。那实作的部分呢？实作对你来说会困难吗？实作我是很努力的，我不敢说我有多努力，我知道一定有人可能比我更疯狂。可是我为了达到我心目中的水准，我是怎么付出呢？比如说我的同学，法国同学，他们都是可能高职就是已经在法国已经读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到学校其实他们对他们说很轻松，是，而且还有很多语言文字上的，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为什么要叫做这个料理手法，比如说真空sous vide的，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明白为什么叫做sous vide，sous vide就是一个法文嘛，为什么叫做sous vide？可是我不懂，我知道sous vide的就是真空，可是我不懂为什么有这个故事在。那他们有膀胱机，他们有很多已经过去已经了解的一个手路菜或者传统菜，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太明白、太了解这个理路跟这个逻辑了。可是我不懂，我就是一个新东西，我在学。那我想这个东西我必须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这边生活，在这边成长，我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我强迫不来，我急迫不来。我去翻书，我看的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是我无法做的成长。所以这东西我让我自己冷静一下，就是没关系。可是比如说切洋葱，对，人家切很快，人家可能一颗洋葱可能切1分钟，可能有点出差错，没有那么均匀，可是他们1分钟就切完。那我为了切漂亮，我可能切了1分45秒。那我不要，我要让我切的每一块都很漂亮，可我只花45秒钟。OK。香菇以前会削那个叫什么？螺旋状这样子。下面那个伞柄。对，就是对，就是就是螺旋状伞柄这样子，对。然后这个，大家就是练嘛，可能练个1-2个就 OK。可是我就想要把它练好。胡萝卜要削橄榄形，胡萝卜要削橡木桶形，马铃薯要削什么形状？这些已经用不到技术，其实很少人在用，很少人在用。可是为什么我要去练习？是因为你就是一个手感，你可以知道你的那个刀子的一个幅度，你包含我们说的肌肉，是学校也会上，你虎口的肌肉的使用程度，其实跟你切菜的力道，跟你整个身体的舒服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你切一颗马铃薯没有用到多少力，可是你切10公斤马铃薯，对，你半小时、45分钟、1小时的。那个知识那个过程，就是会让你知道说你的身体会疲累。学校是学这些东西的，学校是学一个很全面的东西的。那所以当朋友就说：“Andy， 你这样子你不是说你想要发展要进步吗？你不是想要了解更多的我们的生活文化吗？跟我们去夜店啊。”这些弟弟妹妹是18、19岁，我已经24岁，
他们去夜店是每天去的那样子，不是说偶尔去开心没有，他们是每天去。但是我那时候的我可能有点偏激吧，我觉得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但我现在有点后悔，应该去了才对，因为这是在我文化背景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跟体会。可能那时候我就是会去家乐福，可能一次就买个5公斤的洋葱，10公斤的马铃薯。就是练习切，哇，在家自己切，我就把它丢在浴缸里面，那开始切，切完就放冷冻，切完就放冷冻。啊，你切完的我就可以每天还要吃掉吗？我可以每天吃洋葱炒蛋，我就可以每天吃焦糖化洋葱，我就可以准备这些做高汤做什么，就是一直我就练习，真的。所以我不敢，别人说人家主厨可能4个月后又轮到我们，轮到他教课了，他就会说，你们这些人要跟 Andy 学，他不知道做了什么，他进步很多。你在外面工作，我说没有，我怎么可能去外面工作？没有人会请我，我法文讲那么烂这样子。可是我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他就会说，那这个人可能1年后就已经超过你们了。真的。事实是这样子，没错。如果大家有看阿成师的影片的话，应该知道，就是你其实也有讲过，你去参加这个艾斯考菲对青年厨师国际竞赛是这件事情，其实这个还有被报道。对，有被那个中央社中央社报道，对，有被中央社报道。2019年的时候，是吧？18、19，我希望记得报道是2019，是19。对，这个跟你去参加比赛有关吗？你刚刚讲到的，你非常辛勤的训练自己。OK， 这件事我可以用3条路去讲这件事情。在学校参加比赛，只有3年级才可以。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1、2年级就是就是这种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样子，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参加比赛。然后1年就去问了，第1年就去问，我就问说，我想参加比赛可以吗？他们就说，Andy，就是你可能觉得你还不错，但是你还很嫩这样子。我说是好，那就结束了，我就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可是我还是我是一个很有求知欲吧，这件事上面，因为我很有兴趣，我很想知道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一堂实作课早上6点到下午1点，可是我会早上5点半，然后我就待到下午4点。大家做完了收东西了，我就黏着 chef， 可是我就会问说 chef， 你不介意我黏吧？就是你不介意我就是跟着你看你待会要干嘛？有些会介意，他说不要，你好烦这样。他们法国人是很 OK 的。我说好吧，明天见这样。他说好啊，你看我待会要去这个餐厅看他们做什么，要不要跟着我来？我就跟着过去，就看到2年级、3年级在干嘛。对，说看看学长姐在干嘛这样子。然后2年级吧，有一天就有一个就是我的干爹，可以说是我的干爹这样，他就说他也是用上说小子这样子。那个谁，那个教务长跟我说过，你很久以前有提过说你想参加比赛，对不对？我说对啊，怎么了？他说你想参加比赛吗？我说不行啊，我还2年级而已。他说可以了。真的？他说可以了这样。我说真的吗？好啊。他就说那你确定哦？那如果你要的话，我就跟学校讲说，就是我是你的教练这样子。我说好啊，当然好。酷。他就给了我5份资料，他说这有5个比赛，你去看哪一个有兴趣。我说我都有兴趣，我不知道就是当然我没有参加过，当然每个都有兴趣。就他的问题很奇怪，你知道，我就回答说，这什么怪问题？他说，选1个就好，或者选2个，因为你不可能5个都参加，你就是专注在比赛上面。我说那我就选2个，一个是校内的，那一个是就是这个比赛。艾斯考菲。对。因为我知道这个主厨嘛，我知道这个人嘛，我说哇，就很像是我的偶像，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办人 Barbecue 的偶像的感觉，就他的祖师爷的感觉，就好像他会去拜他的感觉这样子。我说那我要去参加这个比赛。那时候就是准备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有决心要比赛。我比赛这样讲很嚣张。可是我觉得比赛就是去赢的不是去参加比赛这样子。那在讲这件事情，我可以先讲，那时候有说过，说我们每年都必须会有1、2年级会有4个月的实习，然后3年级是6个月的实习。OK。我第1年的4个月实习呢，我就有点，运气好也好，运气不好也可以这样讲。那时候因为我们学校有专门负责实习的老师，他们就是属于公共关系的这种，专门处理公关问题的，他们就去面对全世界各地的2星、3星米其林，去推荐我们的学生这样子。那时候我就说，老师，我就是个外国人了，所以我不像我同学想要出国去看不同的
米其林，对，我说我就留在里昂就好，因为我就只了解这个城市。是。那时候里昂就有1星、2星、3星嘛，这样。我说3星可能对我来说太早了，他说看你啊，如果你要的话可以。我说2星就好，我还很白痴，我说2星就好。他说因为1星我觉得，我朋友你又看不起人家，对，就是你知道不知道在那边自以为什么，就是真的是就是真的对。我说那2星好了这样。他说哦好，那2星刚好有一个就是在市区里面一个日本主厨，然后我们还没跟他合作过，可是也许你是亚洲人就会有关系，但这件事很蠢，因为根本就没有关系，就是他是日本人，我是台湾人，根本就没有关系这样子。刚刚就说哦你可以试试看，我说反正我就是说需要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做，因为我觉得任何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样子。我说 OK， 所以我就去了这个，然后我一进去我就觉得很兴奋。这个主厨叫做 Takao Takano， 没错。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兴奋，因为来例子我问你，你觉得2星餐厅的一个30个人客人的一个配置，它必须有多少的内场或外场？你觉得以你的经验？好，通常30个人的话，可能内场至少7、8个吧。没错。然后外场可能大概可以在4、5个。没错，就是2星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说3星大概就是接近1:1或1:2，可是2星我们可以算是2:1这样子。那好，我进去的时候就只有3个人。你说全部整个餐厅？没有，内场就3个人，然后外场就2个人。哇！所以我们是一个5个人的团队。哇！那时候第一天进去，我就觉得太好了。我就是可以被操到爆掉，就是太多东西可以学，因为它是一个2星，然后我的厨房又那么少人，主厨、副主厨，然后一个实习生这样子。然后这个主厨的传奇是，他在拿1星到2星的时候，就是他跟他老婆2个人，一个人在内场，一个人在外场，真的就这样子。哇，他们就夫妻店，然后拿到米其林2星哎，从米其林1星拿2星，他2星之后还开始请了一个副主厨，哇，然后找了实习生。我说哇，一开始第一天就是蜜月期，觉得太好了。就是虽然他讲的法文没有一个我没有完全听不懂他的法文，因为日本人的口音很重，英文的口音很重。我就问我的副主厨，就用法文问他，我说他讲什么？他说我其实也听不懂。我才跟他，我的副主厨也才去1个月而已。哦，真的。所以等于说是一个全新的团队耶。对，然后是一个2星餐厅，我觉得太酷了。我就是很乐观。你是他的第一个实习生。对，我就很乐观，觉得太有趣了，太有趣了。然后噩梦的开始就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都这样子。可是他是一个非常，我不会用严厉来形容他，我会形容他暴力。暴力。他生了4个小孩，然后养了2只狗，然后有一台很大的车，他每天都这样跟我们炫耀。他说：“哦 ，Andy， 我跟你讲，你不用担心，我有一个很大的房子，我有一个自己的餐厅，我2只狗，我有4个小孩，一个老婆，都还没有离婚，所以你不用担心我，我是一个非常就是负责任的一个主厨，这样。可我能明白，这样讲可能用中文讲很好笑，可是他那时候用他的法文讲的时候，我能明白，他就想要表现出我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很 man， 就是你不用担心，就是你来这边工作，你一定会很好的。在第一天的蜜月期，我就半信半疑的觉得 OK， 就是我不懂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件事，可是我 OK 这样。然后就开始工作了。那工作，也许是我很逊吧，这样。他是一个什么都让你做的主厨。有很多我知道的餐厅的主厨是酱汁就我碰，是摆盘就我碰，这在我们学校的学的过程中，我觉得很理所当然。可他没有，他的意思是说，我就3个人，所以什么都得做。要切洋葱我也会去切，要洗碗我也会去洗碗。就是我们就是看今天这张清单，6点你来的时候，早上6点你到，我就给你这个清单。我们今天早上到出餐前有50项事情要做。我们从冷的开始做好清洁的东西开始做，所以可能第1项、第8项、第12项，就大家就分的去做这样子， 一直去做，然后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那个，他就开始说，来你去做什么，来你去做什么，他就分配给2个人这样子，所以就是什么都会做，我也会做到寿司，我也会做，他也会跟你讲，就是我教你一次你就做，我学也很快，可是有更多东西是在出餐的时候，他可能讲话很快，或者他自己也会紧张或什么，所以我其实听不懂，你懂吗？然后开始就会出现问题。对，比如说他要我这个盘子，可是我可能没有听懂，他有18个盘子，都是白色的，我哪知道要哪一个？你懂吗？就是不能说我哪知道，他就会形容说，哦，可能这个我要有花边的，或是我要罗马纹的，或者是我要
摸起来是颗粒感的，可是他的法文就很不标准，对然后我讲的也不是很好，你是两个很法文很烂的人在沟通。对，然后最辛苦的是那个副主厨，因为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解释，他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这样子，你懂吗？所以是这样子，然后他开始会就是动手，会暴力，他会打人哦，他会丢锅子，会丢刀子，烤盘很烫，他会往你身上丢，因为他就是不爽嘛这样子。然后他对我都觉得没关系，反正就是他就是老板，虽然我不爽，会觉得没关系，就是有一个界限在。可他对他的小孩是这样子，他小孩可能才6、7个月，在娃娃车里面哭，在出餐期间，他就很不爽，就赏他小孩巴掌，真假？然后就跟他讲说，我现在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你以后有钱读书，有钱想买你的车子。等下他6个月哪听得懂啊？对，你懂吗？可他就是会用很凶的口气这样讲，所以他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人这样子，他会踹你，然后他会，比如说我就被他踢到淤青，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哦，好像这件事很正常，就是在厨房都会这样子。你就默默接受了？我就默默接受，可我觉得我不爽，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就是4个月的实习，就是我们就是菜鸟这样子，就是我非常非常不爽，可是我觉得就是我做错，所以他有理由不爽。你知道我是这样跟我自己讲。可是当时学校没有教你们厨房文化吗？没有，这是一直都没讲，这是我要讲的东西。厨房文化就是因为我这件事之后，学校才可以教厨房文化。哦，真的哦。那为什么会有我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后来他又请了2个实习生，是2年级跟3年级的。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还不错。OK， 就是我跟那2个人比起来，我其实工作的很好，只是因为我过去都是我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表现很好，所以我一直我超烂，超级烂。他对那2个人更不留情面，他会把那个叫什么擀面棍往别人的就是屁股后面这样。真假？他说你可以动作快吗？你需要我更大力吗？这样子。所以那2个人马上就去跟学校反映，因为2个人是法国人，就马上跟学校反映。学校才打给我，问我说 ：“Andy 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都已经3个月都没有听到你有任何抱怨？这2个人才第1个礼拜就抱怨成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就好像以为都是这样。”他说：“错，你明天给我离开，就明天。”学校就马上介入，律师也来了，什么都来了。真的？因为其中3年级那个就是怎么讲？叫做焦虑症发作，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每天都很压力很大的去工作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这件事情是不能的，就是你不能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因为那件事知道说，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对人这样，因为我不喜欢这件事情的发生。我每天6点半7点进厨房，我凌晨2点离开。天哪！然后我是没有休息的，没有喝水，没有上厕所。怎么可能？以前要求他会说，哦，只有狗才会需要喝水跟上厕所，他会这样讲话。然后你说，那我要吃饭，他说，哦，可以啊，你自己去带意大利面来，我给你的番茄酱。真假？他说我都没有说我要吃饭，你凭什么说你要吃饭？他也不吃不喝，他也不吃不喝，所以我才会觉得这件事很合理。我才觉得你怎么那么好骗呢？我才觉得大家都这样子，所以我2点离开那叫什么厨房，我就买麦当劳而且是买2个餐。我就吃完我就睡觉，睡3个小时就去工作。天哪！我那3个月瘦了13公斤。你奴性超强。因为我就觉得这好像很合理，然后我也不会觉得不合逻辑吗？你那个逻辑并没有发作。重点是我没有机会问我朋友说，你们在那边怎么样？你们在那边怎么样？我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很辛苦啊，就是 OK。但我很谢谢他。我虽然只做了3个月，可是我回到学校之后，2年级一开始，我就是全班最强的。真的，就直接老师你自己都会知道说，同学都会知道说，你到底是你这个学校，你这个餐厅应该很好吧？我明年也要去，因为可是这个学校就直接被我们学校就永不往来，拒绝往来户。为什么我会变得很好？是因为你只要有一个东西不符合你的逻辑跟他们的逻辑，你就是暴力相向，你就是被敲、被打、被怎么样，然后你就觉得说，哇，就是我不能做错事情，就是我不能有一个地方是浪费他的时间成本或浪费他的食材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为什么会去比赛？我比赛的第1次练习就已经接近比赛的时间了，真的。然后这个对老师他们来说，因为很多老师会围在外面看，对，法国的比赛很像录音室这样子，或是很像侦讯室，它就是一个窗户，对，然后让你在里面坐，然后他会贴着玻璃看，对，他会把周围全部都用报纸或是用垃圾袋贴起来。哦，因为可能你隔壁教室有人也在准备比赛。哦，他会很公平的让你竞争这样子。哦，然后所有的老师都会贴在那个玻璃上看，真的。然后他们就看你的练习时间，就会说：“哎呦，这个人怪怪的，
他是有作弊，是有先准备好什么？怎么？因为比如说好一个3个半小时的比赛，对，第一次练习通常都会到9个小时，都会3倍的时间，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不懂那个场地，不懂我这个熬高汤会熬到超过那么多时间。可是为什么我会在4个小时、4个半小时就已经完成组装摆盘，已经呈现出去？是因为我的组织规划逻辑已经被训练到一个程度，不是到最好，可是已经到一个程度了。然后再加上这些教练，他们10几20年的米其林经验，2星、3星，他们可能更有经验。他们跟你说，这个东西你其实可以同时进行，或者这个东西你先丢，就放旁边就好，让他去弄。这种细节上、这种火候上的东西，就是在被他训练跟被他纠正。所以他们是一支笔这样一直写。就很像是他们在比赛的感觉，所以这个比赛那时候会很顺利的拿到就是冠军，然后又因为超龄而被要求说可不可以让出位置来，但我是 OK 的，反正我就是为了证明说我在那个小房间里面，你们所有没有 Uvion France 最佳公益者跟我说你就是冠军，就是你的分数是比别人多出100多分，只是因为你的年龄，我们的失误造成这个，所以为什么后来会有门徒的邀请？是他们觉得说你就是一个主厨该有的样子，虽然你才2年级。那时候其实最开心并不是那些 MOF 跟我讲什么，而是一个1星米其林的主厨，他那时候吃完我的菜，那时候我还在整理东西，因为我已经结束我的就是比赛了嘛，他就进来，他说谁是2号？这样我还记得我那时候2号，他说谁是2号？我说完蛋了，要么是我骨头没有去干净，要么就是我什么可能那个肌肉在取内脏的时候可能胆汁破掉，因为我已经犯过这一次错，在我练习的时候，我说一定就这2个问题，不然我基本上不觉得我有什么问题。他就说你哪里来的？我说台湾。他说你有想在法国发展吗？我说不知道，我才2年级。他说你的餐厅，你如果要开餐厅要跟我讲，你一定会有1颗星。真的。他说因为我是1星的，所以我知道那个等级在哪里，一定有。我就哇塞，就是很被鼓舞这样子，就觉得啊，还有可以继续努力的，就是这个未来这样子。真的很棒。对，就是小故事，那天的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东西。那我还是想要问你一下你刺青的意义，因为对你的手背上有叉子跟汤匙。对。那其实那应该是跟那一位日本主厨有关的，那个故事是什么？好，有一阵子，可能有1-2个礼拜吧，他就比较冷静下来，他就不用那么的，可能是心情好，不知道或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哦，我知道，想到他的酒窖装好了。他的酒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地下有一个酒窖，就是所有的布置好，他可能心情就觉得好像他更像一个餐厅了这样子。反正那阵子心情不错。他有一天跟我说 ：“Andy， 你想要学更多东西吗？”我说：“好啊，可是我不知道可以怎么学更多，因为我已经那么早到，那么晚回去了这样子。”他说：“没关系，我可以跟那2个实习生还有我们副主厨讲，叫他们晚1个小时到，你来做，我们2个来做就是他们的工作这样子，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拼拼看？”我说好啊，他说那我5点半就会到，你就5点半来，所以等于说我又提早了半个小时，45分钟到，所以到了之后我就说 OK， 他就说来，首先要先跟厨房敬礼，他说是我每天做的事情，我觉得 OK 啊，就是我觉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能量，都有那些，就是对我就跟他我就跟那厨房敬礼，他说厨房啊，烹饪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调味，他自己自言自语，他说调味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盐巴。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去洗盐，洗盐巴。盐巴，我就说，洗了不就融化？他说错，是拿一个滤网，把我们前一天用完的盐巴重新过滤，重新放上新的。我要每天早上到的时候，那个最干净的东西是那个盐巴。然后说你就坐在床上搓一搓，然后去整个厨房走一圈这样子。所以这个也不是一个信仰，也不是一个什么。道士或法术，他就是他的一个，他觉得这是他的厨房，这是他跟盐巴的连结这样子讲。我说 OK 好，所以我跟他这么做，就去看了冷台啊、鱼的地方啊、肉的熟成室啊，我们就是这样都绕了一圈，然后包含外面餐厅我们也去看了一圈，就是盐巴就这样撒在地毯上他就是给他就是这样撒这样子。我说 OK， 然后回到厨房，他说来第3件事情，第1个敬礼，第2个盐巴，第3个事情。要甩手，
我说我不太懂，我以为是台湾那种甩手工。他说甩手工。他说你有看过钢弹吗？我说我没有看过，可是我知道他讲什么。他说钢弹，你知道他们会有那个剑啊，从那个手啊跑出来。他说你就要想象你的一只手甩出来的时候是一只汤匙，另外一只手甩出来是一只叉子，你就是用这只汤匙跟这只很大的叉子呢，去炒菜、去做菜、去煮寿司、去做肉品的熟成这些东西。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我就很想笑出来，可是我不敢笑，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太蠢，我真的当下觉得很蠢，就这件事而已。然后，可是我就跟着做，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其实很有力量的，居然是你告诉自己说，你今天就是要有这个决心，把每一道菜做好。我觉得你真的好骗哦，你就是有真的就被他明明就很莫名其妙。你就是有这个决心，要把每一个酱汁煮到好，然后。对，然后反正我就这么做了，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然后你觉得你感受到那个，我感受到那个能量，那个能那个灵气，你觉得变钢弹？对，就是有叉子跟汤匙。对。然后我觉得好像有一天就是好吧，那就把它吃在身上好，就是这是一个故事。我真的很讨厌他，可是他应该非常喜欢你。我很讨他，所以他后来就是有跟学校说，为什么我就是另外2个我能了解，为什么 Andy 不能再回来。然后学校就说，就是你不能对于厨房的实习生做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让别人说哦，反正他只要说个对不起就结束了，那我们其他餐厅也可以这么做。他说我们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我知道他是对我，他是很喜欢我的。我知道。是，那所以其实，在2年级的时候，你去了这个日本主厨的餐厅实习。我是1年级去的。1年级去的哦 ，OK。然后2年级有比这个艾斯咖啡的比赛，而且获得了很棒的肯定。对。那你的3年级在做什么？我3年级因为遇到疫情，我在我的课程只剩下最后1个礼拜，就1周。可那个课程不是理论课，因为理论课可以用电脑上啊，可那个是实作课，所以那1个礼拜的课程我们就延了将近5个月啊，所以我们的毕业就延了。我的毕业典礼是今年的10月中哦，真的哦，所以现在2年多了，对啊。哦，那所以你等于那时候都在休息吗？我就是想说我不想休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太蠢了。对，人家有父母亲可以养他，因为他们就是会先这样讲。我们1年级进去的时候，班上有3个班，然后每个班大概42个人，然后会淘汰嘛，所以到3年级毕业大概剩2个班，然后每个班大概20出头的人，所以这些人都是不能说精英，可是我们可以说就是都是有决心想要做到这个位置的。那这些人呢都很有钱，为什么会说很有钱呢？因为我们学校非常非常贵，就是如果你们有去看家庭，知道这是一个很贵的学校，以一个亚洲人的思考，或是以一个法国人的思考。都一样，就是一个贵族学校，或者是一个他第一名，就像我们说常春藤名校这样子。那我的同学的家里不是有很多间旅馆，就是很多间饭店，一般就是爸爸或妈妈已经是3星主厨了，或是2星主厨，就是法国知名这样子。原来如此。然后我就是一个住在学生公寓、学生宿舍一个小小5坪7坪大的房子里面做菜的一个学生这样子。所以我想说不行啊，人家他们都可以 po 文说，我今天在爸爸的餐厅里面，因为疫情所以不能出去，所以我在那个 villa 里面游泳啊，或是去哪里滑雪啊。我想说我在干嘛？我在吃，就是吃自己腌的腊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我好像该赚点钱才对，可是我也不能做私厨，然后也不能做什么，然后开始找。那时候在法国唯一能营业的2种店铺就是民生用品或者是药局，药局不可能就别讲了。那民生用品是什么？就是超市、大卖场、面包店，连厨房连餐厅都不能有，就是面包店，还有那个食品杂货行，就是卖蔬菜水果的啦，这样小的那种店铺这样子。我说，那就偷偷看履历好了。然后就有一个在我家附近的一个算是友善农友的一个有机食，也不能说有机，可就是食品产品店这样子，就需要人手这样子。我说好啊，反正我也是做厨艺相关的，我应该对产品都蛮了解的吧？错，我了解其实不够多。那我才知道说，其实我们学校学完，其实还是真的不够，还是真的不够，因为真的到了市场里面，你会发现高端餐饮有一套高端餐饮使用的食材 ，OK， 可是庶民
有庶民使用的食材。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我没有意识到，我相信我的朋友、同学都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学校有意识到，可是他们觉得没关系，你们已经有这个成长文化背景，在家庭长大，所以你们对这些食材都很了解。可是我一个外国人，我不了解，我不知道他们会在这个时候吃这个东西。是，你说杏仁，新鲜的杏仁，每一个米其林餐厅都在用，我已经很习惯、很熟悉了。可是4月到6月份市场找不到，可是我就脑中就是4到6月份就是在用这个食材的时候，要配鸽子的时候，配羊肉、配羔羊的时候，就现在这个时候。可是市场里没有这些东西啊，市场就是节瓜，就是叫什么番茄开始有了，因为开始热了，开始有番茄了。然后之后5、6月份会有樱桃，会有桃子，夏季的时候会开始出现这些东西。所以市场的看到的东西跟我们在餐厅米其林里面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有些差别的。我才说哇，那我更开心了，因为我来这边学东西，又是那句老话，就人家付我薪水，可是我还是来学东西的，我是很开心的。所以那2年其实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因为你看疫情就直接就2年。这2年过程中呢，这个老板知道说，哦，你是读一个那么好的学校出来，打听一下也知道说，这个简大学这 Andy 是不能说是1号人物，有比赛可是他是有点内容的，他是有点手艺的人这样子。他就说 Andy， 我跟你讲，我这边开7年了，然后我有赚钱，然后我想要开自己的餐厅。OK， 可是我从来没有开过餐厅，你有没有兴趣？我说，等下是怎么样的一个餐厅？是已经去顶浪的呢，还是说就是从无到有？他说从无到有这样子。你有兴趣？我说我当然有兴趣，因为我可以实践，我可以确认我在学校学的。我们学校画平面图，要画厨房设计，要画餐厅设计，要学法律，要学习知道说餐厅我们说那一面墙要怎么买，那一面墙是要买那个证照的，这个招牌是要跟政府买的，就是你会知道这些东西的实践。你学了这个语言，你知道这些专有名词，可是你从来没有实际去跟市政府讨论过，去跟银行申请贷款过，所以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说，好啊，超级难，可是很有挑战性。其实你等于在毕业前你就可以开一家餐厅，是这样说吧？可以这样说，就是我就是做这件事，你就可以管一家餐厅了。对，然后我觉得太好了，这根本就你的毕业展嘛。对啊，就是毕业展的概念，就是对啊，就是我就把它当成毕业展在做。我说好，我要这么做。他也很信任我，然后我也很胆子很大。我说来，的确，后来没有真的做这个餐厅，因为太小了。OK。他有遇到一个投资人说，我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我想做一个复合式餐饮，我想做一个300平方米的一个我现在工作的地方，NAGR的这样子。他就说 Andy 有办法做大吗？我说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就是更多资金嘛，更多钱来用了嘛。我说当然好，来做啊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是我投入9个月的时间，我就是只想了这件事情，的确做起来了。但是越做发现好像这个老板有点不能说不老实，我只觉得心里有点怪怪的，就是有点有意识，就是闻到一些怪怪的东西。可是餐厅是在2021 11月开幕的，对，就是我们从疫情一半的时候开始讨论这件事情了，然后那时候因为很多餐厅关起来，所以银行很愿意放款，了解，就是要让你。因为大家都觉得法国人都觉得说啊，这个很快，这个5个月6个月就好了，殊不知就让2年了，所以贷款很快下来，然后所有的工程都很便宜，我们那时候原本疫情前的预算跟疫情真实发生付出的预算，我们少了快1半，真的哦，所以它其实应该是一个会很赚钱的东西，可是就被老板先把钱收起来了，哦，他说反正我没花到这些钱，我先把它留起来。就等于说把借的钱拿去放在他的私人的，真的对，不会去批评，因为这是一个商业手段，这是很多人这么做。可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我当时把这些钱省下来，就是为了继续做出这些，下一步怎么做，下一步有这些计划什么。可是你不想这么做，因为你觉得你会怕怕的，你不知道，你发现啊，其实这个疫情维持很久，所以你不知道会怎么做。那等于说我就开始变成绑手绑脚。原本我的菜是在这个位置的，
然后银行贷款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名义，这个菜去就是去叫做去申请的。可是你想要我做的菜是在这个位置的菜，你运气很好，银行没有来给你找茬；你运气很好，我没有，就是说老子不干了。他也限制你的预算吗？对，他也限制我。他说 ：“Andy 不需要，吃薯条我也很。”他这样讲，他说我吃薯条就好了。真的哦。他说我不需要你把这个马铃薯去做那么多的反复的功夫。我说我这一点都不反复，我做的不是什么 fine dining， 我做的就是一个 bistronomic， 就是一个我觉得符合这个市场价值，然后符合大量，然后我们可以做出的菜。可是你叫我去做一个不算是快餐，算是一个精致的快餐，可是它就是个快餐。一直在降级，一直在降级，然后这件事让我很不开心。所以，那这样你还工作了多久？我一样工作到现在，就是已经11个月了。你现在还在职吗？现在还在职。然后你回去法国就要辞职吗？回去法国就要辞职。哇哦！然后就是卖个关子这样子。OK， 就卖个关子这样。OK， 所以刚刚 Andy 讲的餐厅，其实阿成师有去采访啦。对，就是。他就会觉得，他也是有私底下跟我说，他说，这就是你在家里吃的菜而已。我去你家吃过菜，就是这么好吃，没错。可是我很明白 ，Andy， 这不是你要做的东西。我说这不是我在那边追求什么要做 fine dining。就是我没有在追求这个。我觉得任何厨师都应该要有，任何时候都可以掌握跟都可以执行的能力。3星主厨不会在他家吃3星的菜啊。是，当然。3星主厨在家可以就是用个马铃薯，对，简单做个炒面、意大利面什么，也可以吃得很开心。只是那个味道，那给别人呈现的东西。可这边他反而是让我觉得说，我没有使用的价值，或者是客人来吃我的菜，他们觉得很好吃，可是他们都会问那一句话。你为什么只做出这个菜？就是它太好吃了，可是你不应该只是这样子。因为他一方面又打着我是 Bordeaux， 我是谁的名号来，所以很多客人很多客人是律师，因为我刚好那一区是黄金蛋黄区 ，OK， 就是最好雅的人，律师，然后很高金的运动员，或者是大老板什么，他们会来，他们说，你跟我们走了。真的，他们要帮你开餐厅，他们就很多非常多的邀约跟非常多的的提议，因为他们已经吃过很多大餐厅，很多米，他们知道说我在干嘛，他们知道说我有多努力想把这件事情做好。做这个菜对我来说是很轻松的，可是我想在里面放入故事，我想在里面展演出美感、艺术、颜色，我想让他们知道说味蕾上一个小番茄可以有多少的变化。我是很努力在把自己的工作变得更好玩。那他们也吃得出来，他们也很赞同。可是问题是，我的金主，付我钱的人，他不明白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一个辛苦的地方。是，对啊。但你即将要有新的发展啦，其实很为你感到开心跟兴奋哦。我也是。那这边我要再休息一下 ，Andy 的故事太精彩，一样又是跟阿成师欲罢不能。真的哦。那下一集我们要再继续聊阿成师了，就是终于要聊到为什么你们两个会被凑在一起。没问题。对，然后以及也想问问 Andy 有关法国菜的看法，因为你算是很有系统性的法国菜、台湾菜都来讲一讲。对，法国菜、台湾菜，你怎么看待这两边的饮食文化？好啊，没问题。对，还有你接下来目标。好 ，OK，可以。好，我们就下集再见喽，拜拜。